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呢？非要偷人？你难道不知道偷人没什么好结果？那些钱呢，是我给他的。女人嘛，不要太不善良。你既然都已经跟了他，好歹也算是我们家家谱里不入名，但却单个份儿的，叫什么呢？吃妾随伴儿。这妾还真算不上，妾好歹还得过个门呢。就算是陪睡吧，比外边随便找妓女总强点儿，至少不带病。我跟他说了，既然都陪睡了一场，这钱总得丢几个。就算是嫖吧，那也不能白嫖，这嫖也要有嫖品，就好像赌博一样，而且出手得大方点儿，方显自己身价。这钱我出得起。不过今天呢，他改变主意了，他让我过来把这些钱拿走。这算来算去，你实在不值得这点钞票。他是不愿意再看见你了，所以只好由我出面。钱呢？你给我说出来啊！什么？哎，你在那等着，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120吗？现在，我代表江州市委宣布一个处理决定：原江州市城市银行行长谢宝应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，现在已经被双规了。市里面关于谢宝应私设金库、挪用社保基金、投机美国期货市场被强行平仓的几点意见，我们的所作所为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海藻出事儿了。早上你老婆打电话给我，把海藻地址要走了。你说我这也没办法，这谁知道他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啊，我早上打120的时候，他还在家里。替我打听他在哪个医院，给我打电话。
驾车离去，情况突变，怎么办？他是新来的吧？以前没见过。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个孩子？爱一个人，就让他给你生孩子，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浇灌这一棵花朵，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喂，在红星妇幼保健医院，孩子没了，孩子的子宫正在摘除中。孩子，来，喝点鸡汤哦。来，啊，来，好好喝一口。嗯，好。嗨，孩子，人这一辈子哪能都这么顺当呢？总要磕磕绊绊、起起伏伏的。你这点事算什么呀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以后日子长着呢。爸爸妈妈还陪着你呢，啊！来来，听话，喝点鸡汤，啊！是不跟你说话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不肯喝汤啊？啊？那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？啊？散完步回来再喝。啊，走，外面空气可好了，走。好啦，散散步，回来再喝汤。
好像又下起来了。我们到亭子里避避雨吧。下雨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这帮人都瞎跑什么劲？人家 Discovery 频道早就论证过了，下雨天走路要比跑步淋的雨少。真好看。3个月了，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。这雨真好。这雨真美啊！你说我们平时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这要是在平时突然下这么一场雨，恐怕大街上人人避之不及。不是担心，就是着急，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停。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雨也有不一样的美丽。雨是一样的雨，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啊。每天晚上，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灯光，我就会在想，这城市多奇妙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。别人的生活我不知道，而我呢，每天一睁开眼，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：房贷6000，吃穿用度2500，冉冉上幼儿园1500，人情往来600，交通费580，物业管理费340，手机电话费250，还有煤气水电费200。也就是说，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，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，至少。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。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。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10年，我哪有什么未来？我的未来就在当下，在眼前。那天陪妈妈去逛街，其实我们都不用走，那个人流就推着我们向前走。我想不走都不行，想停下都不行。我当时就笑了，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来不及细想。没有决断，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被人推着往前走，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？我的理想就被这匆匆的人流推得无影无踪。是啊，我曾经的坚持，内心的原则。和我少年的励志就被这孩子、被家庭、被工作、被房子、被现实生活磨砺得不胜些许。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有原则的，我不想抄近道，我更不想投机取巧。但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不如我的人，因为插队比我先拿到票，那些不如我的人因为放弃了原则而省了10几年的奋斗，我真的不服气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，我这份坚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我
我甚至在责怪这个社会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大家有规不遵、有矩不守，而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的蜗牛受罪？这2天，我在看一些投资方面的书。其实我也没有多少钱投资了，我就是想如何让我手头这点东西不贬值。我觉得这大概是这个城里所有人的恐慌，大家都忧心忡忡的，得到的怕失去，没得到的又想拥有。后来我在一本书里找到巴菲特的一句话，叫“永远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”。他说，不管在任何年代、任何社会、任何经济环境下，投机的风险永远要大于投资。他说，也许从短期来看，一次投机也许会让你获利很多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任何一次投机就会造成全盘皆输。但投资不一样，投资是只要你坚持物有所值，最终它会增值，并硕果累累的。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。我的理解是，只要你有信念、有追求，只要你坚持，那你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要行得远、行得正。就像宋思明，他很聪明，他是非常聪明，也很有才华。但如果他能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，选择正确的价值观，我相信他的前途会无量的。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，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时聪明，选择了一条投机之路，最终还是随波逐流了。海藻，我在这个城市算是扎根下来。我相信，凭我的坚持，凭我的努力，最终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日子。而你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有朝气。虽然你犯过错，虽然你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没关系的。正因为你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年轻，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纠正错误，重新再来。我希望你勇敢，勇敢一些好吗？相信自己。明天一定会好的，会好的。雨停了。回家吧。来，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把鸡汤热热啊。喂，马克，你回来了？啊，顾老师你好，我回来了。你现在有时间可以给我上课吗？有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？你的妹妹好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她？我有事要跟你讲。你讲。我想当面说，你现在能来我的家吗？现在啊？好，你等我。这是送的 email， 我要给你看。他请求我，他希望我帮海藻和他的孩子去美国，给他们新的生活。
所以我会来接他们。海平，海平，别哭，别哭。宋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我也感到非常遗憾。他在中国，他在美国，给我很多帮助，所以我现在要给海藻和他的孩子新的生活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等我走了，再打开。我们必须走。当心啊，孩子！海藻要我把宋留给他的钱交给政府，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这发生的一切。失去子宫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。海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无论是身体的，还是精神的。子，是不是不打算要我们了？我正在开会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喂，谢行长那边怎么样？需要多少钱？缺口很大，他不光是我们调的这些，他还挪了一大笔，在美股市场上做股票。听到风声以后，他平仓套现，有一个大缺口没补上。那缺口究竟有多大？估计得20个亿。什么？这胆子也太大了嘛！一颗老鼠屎坏一锅粥，我们就是替他补上这边这3个亿，也填不满这个窟窿。一旦出了事儿，肯定会把我们给咬出来。哎，你再了解一下，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喂，谢行长被双规了。陈思福那边怎么样？没消息。我想没消息，可能就是坏消息，否则是应该有消息才对。呼啦啦大厦将倾啊！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啊！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只有等着了。
谢谢。海平，你知道我现在已经非常中国通。比如说我去中国的饭店的时候，我喜欢灯很亮，我喜欢看中国人说话，喂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很吵的，很吵的。我现在无所谓，因为我看中国人在饭店，我感觉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 passion。Mark， 你观察到一些现象，但你还仅仅是个门外汉，因为你仅仅看到表面的一些繁荣、一些热闹，并没有看到像一些深层的一些东西。就比如说吃饭，你看刚刚那一桌人，那么多人，他们拍着肩膀，很热闹啊，然后敬酒，其实未必是好朋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对，明白了。就像那个女的，我刚刚看见她敬酒的时候，其实她脸上有一些尴尬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Read a person。对，不是很乐意，但是又不得不敬酒。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叫商场文化，你懂吗？那我听得懂，我一点点理解。可是中国也有一些的东西我完全不理解，比如说针灸还有谦虚。谦虚。对，谦虚。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中国的文化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一起，你给我上课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你突然要回美国呢？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在美国。他有一个事情，他要我回去帮他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回去。那打算待多久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2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，不知道。我会很想你的。海平，你现在是美国懂，在中国女人不告诉男人他们想他。我是很纯洁的想念。你想你的一辈子是中文老师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的生活有一个计划 ？Do you have a life plan？ 你有没有一个计划？哦，你是问我是不是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？对。其实我是有一点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的。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我想如果能找到几个合伙人办一个中文的学校，因为我想教老外学中文。我觉得在国内好像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，所以有一些翻转的余地。你像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周围好多老外啊，那我就想，那我可以教老外学中文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。你的想法非常好，可是我想你开始一个学校的时候，不要小的学校，你可以开始一个大的学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对了，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老外，可是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。你可以教英文，教日语，都可以。你知道，中国的市场 market 越来越大，bigger and bigger every day。中国人一个家有一个孩子，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。我也要成为你第一个投资人。投资人，好大的样子。其实我只是想以我的名义办一个，哪怕是小教室，就是从小做起。我想你有能力 ability， 所以我回美国的时候，我可以问我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给你钱。所以当我回来中国的时候，你可以成为一个 CEO， 我们可以开始在 NASDAQ。你从美国回来，我就成 CEO 了。对了，马克，你太能吹了。你懂什么叫吹吗？我懂。你真懂？真的。不是我教你的。不过，马克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你帮我介绍学生，然后
给我鼓励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谢，我非常感谢你教我中文，给我上课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开心，我们一起吃晚饭，不是早饭，我要请客，所以我要给你 honor respect， 你是我的中文老师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好，我不跟你争，等你回来。对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是 CEO， 你可以请客。好，好 ，Cheers。来。张处长，那你亲自来？几件，马上交给孙书记。记住，亲自去，跟他聊聊。完了，回头赶紧找我。哎，进来。孙书记，张市长让给您送的几件是关于谢宝进私设金库、挪用社保基金投机美国期货市场强行平仓的几点意见，请您过目后展示。这个先放我这儿吧，我要仔细看一下。好，孙书记，您这套书不错。一直都听说你对历史相当的有研究啊。我对历史倒没什么研究，但对收藏知道点。您这套《资治通鉴》是真本？真品？哦，这书还有赝品的吗？您这套是民国韩温楼影宋本《资治通鉴》现装，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，价格不菲啊。是吗？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要是这样，那我就受之有愧了，我得赶紧给人送回去。多谢你的这句话。这是书记收到的礼物啊。是啊，那天我感叹读书要读原点，任何白话解说都掺杂了后人对前人的曲解，听者有意就送了这些。我以为就几本书，就欣然笑纳。哎呀，幸好送书的是我的战友啊，还还得回去。哎，真是差一点，你看，犯错误了。在中国讲究个礼尚往来，您以后用别的礼物送还回去就是了。这要退回去，还是伤感情的。不行啊，这不是一斤葱两头蒜的，在家里掂掂什么就能回的，大礼就得大礼回，否则就不叫投桃报李了啊！可是万一我要是还不了呢？这不是因小利失了大义吗？怪不得我曾听人说孙书记不通情理，这情理二字在中国可真不好把握。情和理我是通的，可是度不好把握。啊，你手中的权力大了，与你交往的人就多了，交往多了，感情就深了。有些人对你无求，可有些人对你有图。利与情感交织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分得清楚哪一部分是真情，哪一部分是假意。所以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通情理。坐吧。这孙书记的定力很决绝，只能让我是高山仰止啊。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虚伪的说话了嘛！啊，哎，我倒是听说一段很有趣的关于你的官场论呢。我啊，嘿呦，我哪有什么论呢？那都是胡说。哎，轮到你说话你就搪塞我，就是那段“水至清则无鱼”的。那个不是我说的，那是《大戴礼记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啊，你这是不是在变相的批判我？独身闯江湖要不得？
书记，这我哪敢呢？每个人行为处事的方式不同，你是直线攀登，或者迂回上升，只要最终能够登顶，这都是得其所愿，不必计较过程。可是，如果不能登顶呢？你说的这些为官哲学，几千年能流传到现在，显然有它的道理啊！左右逢迎，与人为善，广交善缘，恪守中庸，这些都是为官之道。乍一听合情合理，胜得人心。可是，这里面有个毛病，而恰恰这个毛病，有可能让你登不上顶。敬听孙书记指教。探讨几千年来的为官之道，它的根本是基于封建社会。这天下是皇上的天下，臣子们研究的是如何来取悦统治者，取悦上级，由此才能打开升迁的局面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时代已经变了这天他不信情，不信理，也不信爱新觉罗，他信人民呐。前一项出了个事儿乱子不小，命丢了不少。某市直下领导因缓报瞒报，而出面检讨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，我听了就很不是味道。他说发生这样的事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太差。什么叫政治敏感性啊？他一心想的是乌纱帽、政绩、税收，唯独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。结果呢，你也是看见了不管你爬得再高，你都得回到地面上来。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为官，本本分分的为人民服务，你才有可能干好这份服务行业。孙书记说的是，要记住以人为本，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根本，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。这个观点没有，书读的再多也没用这就好比考试做判断题，是是勾，非是叉，一笔或者两笔已经决定了你的得分。观点错了，无论你怎么论证，多么洋洋洒洒，你都得0分。领教。孙书记您忙着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慢走，不送了。是非题答错，0分。姐，喂，海藻，我今天有个急事儿，不能陪你产检了，要不然你约在明天。没事儿，姐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你一个人吗？宋思明呢？他怎么不陪你？他什么意思啊？要孩子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负责负责，现在呢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姐，
他最近挺忙的。孩子，我真替你担心。这样吧，你先检查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，明天一早我来看你啊。嗯。阿姨，帮我打点热水喝吧。好的。我自作自受啊。海藻也很渴望有个男人在这种时刻特别关爱自己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关心孩子的成长，并分享所有的快乐时光。可是，这个男人这段时间简直像空气一样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连声音都吝啬给予。海藻心里打鼓，他是不是反悔了？开始在找机会脱身呢？我得跟他好好谈谈。检查过了，医生说是个男孩，非常清楚的小鸡鸡，像个小海螺一样竖着呢。你高兴吗？高兴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电话。我不要一会儿，我完全听不出来你高兴，你在敷衍我啊。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请你直接告诉我哦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这现在有事儿，待会儿联络你。你今天晚上能来陪陪我吗？行了，先挂了。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，要不您换人？我感觉现在我已经深陷其中了。他们对你只是一种感觉，从所有的角度都打不进去，而且还吃闭门羹。哎，对了，曾四福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他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就怕他在局子里给我打电话，就是自找麻烦。随他去吧。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
孟小姨，快！怎么了？哦，然然，那个你去看看你的大白兔在哪儿呢？啊，快洗手摸你的大白兔去。怎么回事？哭了，眼睛红成这样。嗯，没有了，就是孕期荷尔蒙作怪，情绪波动。什么孕期荷尔蒙情绪波动啊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他怎么会欺负我呢？他不是把后半辈子要用的钱都给我了吗？切，你以为给你钱就是对你好啊？这2天，他来看你了吗？有没有陪陪你啊？他最近挺忙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在拿这笔钱买他后半辈子官路的清白。他现在跟你是人财两清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呀，别傻了，别指望他会离婚跟你好，听见没有？海藻，海藻，你依旧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尽管他爸爸已经开始不想要他了。这个事儿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呀。我能怎么办呢？他现在都已经开始踢我了。如果你现在一时心软，会把你一辈子都葬送在里边的。这以后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所犯的错就会在你眼前晃动。你逃都逃不掉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再等等，等他亲口对我说他不要我的时候，我再决定。天亮，最近学习如何？爸，你怎么一张口就是学习如何，学习如何？你难道没别的话题跟我说吗？是啊，听这么一说，爸才觉察到，好像每次跟你对话总是这么几句，其他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是爸爸的错。连自己女儿对什么感兴趣，喜欢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愿意跟爸爸说说，你喜欢什么吗？要说我感兴趣的呢，你又不感兴趣，何必勉强我们俩硬坐在这儿？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这是爸爸的失误，这些年工作忙，都忽略了你的成长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，是无法弥补的。天亮，爸爸只是希望你在将来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要学会坚强。不管周围的人说什么、怎么看你，你都要相信自己，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度过。爸爸也许不能给你带来什么荣耀，但这些东西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。你这一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爸爸希望你不要迷失了自己，一定要把握自己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
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，学会坚持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怎么像临别赠语啊？等以后我遇到困难了，你再来教导我，也不迟啊。天天，爸爸是怕将来也许你真是遇到困难，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啊，我却帮不了你。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差吧？你帮别人都帮一辈子了，轮到自己女儿了呢，你却帮不了了。去睡吧你啊，去睡，去睡你的吧，我要做功课呢。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了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他500万后，就再没有现身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，他总是敷衍自己，3两句就挂断。这2天再打过去，只要是一看见是自己的号码，他就直接掐掉。这个与自己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甜言蜜语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海誓山盟的男人，连声道别的话都没有就彻底消失了。海藻显然可以换一部电话去试探他，看他是否存心回避自己。可海藻的心在拿起街边公话，手指放在按键上的那一刻，仿佛像肉即将送入绞肉机里化成粉末一样抽搐着痛。如果他接了呢？自己说什么？要不要再给他一段时间，等他有足够的勇气告诉自己分离？自己看错了，在我爱你说出的一刹那，其实已经失去了。回头想想，他与宋思明之间，除了那些隽永的刻画在心头的床笫之欢外，还剩下什么呢？海藻的肚子一天天鼓出来，盖都盖不住。那个孩子正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出来的那一天，昭告天下，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，我没有父亲。这样不漂亮。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海藻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那篇被姐姐批为矫情的文章，那个女人一圈世界周游下来，回到当初爱人的家做客。那个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，
将属于自己的鱼眼睛嫁给他现在的妻子。那一刻，那个女人如海藻般泪流满面。属于我的眼睛丢了。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喂，爸，快点来照相！啊，来了。喂，哪位？老宋，你干嘛呢？来了。拍一张全家福的主意是宋思明出的，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不安。也许这样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多了。喂，请问刚才谁打这个电话？刚才，哪个刚才？这里是公话厅。看见那2楼的梯子没有？啊，你们俩今儿晚上就从这2楼给我爬到这4楼上去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今天晚上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东西给我搞到手。知道。死吧。手电。